这该不会是冯太太的棺材吧？放在这里啊，真是显得蛮诡异的。哎，这不是八仙过海的道八仙吗？他们怎么会？哦，我看到中间的那个文字了。写的什么呀？写的是一个殿字，那应该是在这里啊设立的一个灵堂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森。现在我们去探寻的是一座修建于民国时期的老宅吧。那这座老宅啊，在当年可谓是地主的豪宅了。你看，这样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宅啊，它经历了繁荣、逃亡，再到后来的剿匪啊，权力交错，直到现在啊，落魄以后呢，变成了一个荒宅。但是里面呢，仍然有人相信啊，它藏着那些金银珠宝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老宅？它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走了很长的时间啊，这个地方还挺难找的。在峡谷之间啊，有一片民国建筑，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而这一些建筑呢，就是曾经的那个地主的豪宅了。看上去啊，规模还真是蛮大的。它就静静的隐藏在这片山谷之间。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啊要去探寻的地方了。这个老宅啊，隐藏的真是蛮深的。它就在这条山路的旁边。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啊，一直往下走，沿着周围的风景，群山环绕。这里就是这栋老宅了，你觉得看上去这像什么？有点像一座教堂一样哎。教堂吗？还没错，它的窗户看上去确实比较的像那种欧式的造型，而旁边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大门，而这也是一个门楼吧。以前进这个老宅啊，全是这种大石块，切铸而成。哦，你看，这就是它的大门了，非常高的一个门楼啊，看上去怎么样？挺古朴的，而且呢又感觉到还蛮气派的。中间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些文字，它的左半部分啊都已经被破坏了。不过从以往的记录来看啊，好像应该是刻的“居人犹疑”4个字吧。你看上面本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浮雕啊，或者说是什么东西，不过现在啊，这些雕刻全部都已经被破坏掉了。但是你看那个上面的匾额里面有很多的小孔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你知道那些是什么？枪眼的。没错，有非常多的很小的这种孔洞，那些孔洞啊，就是曾经子弹留下的痕迹吧。看上去啊，真是非常的惊悚。而底下呢，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水墨画和一些其他的浮雕啊。你看，这以前都是属于比较精美的浮雕了。这里还有水墨画，这些处处都能彰显出当年这个屋主人啊，他应该是有很好的文学或者说是一些艺术的造诣吧。这里面也是一样的，这里面能清晰看到雕刻的是祥云，而旁边的水墨画呢，里面也是花卉和一些云彩吧，一副啊祥和之气。底下能看到有一些亭子啊，应该是山水画吧，它都是属于那种拱形的石窗，左右两边是对称的。不过你看
旁边的这一些石壁上面啊，随处都能清晰看到那些弹孔，所以就能看到当年那些子弹呢，全部都定格在了那个比较恐怖的一瞬间吧。这门楼的高度大概有6-7米左右，其实还是挺高的。哇，你看这里面的石块。这是一个石头堆砌成的小屋，里面放了很多的木材。哇，这木材挺粗大的，应该是古树吧？我看一下。哦，确实啊，它的年轮还蛮大的。我估计这应该是做那种棺材的吧，非常的粗大。看这周围。这里面就是老宅了。你看左边这一栋，应该就是它的主楼了，全部是石头修建的。但是右边这一栋啊，却还蛮奇怪的，竟然是木造的，和左边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难道是寺庙吗？应该不是寺庙吧？觉得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厢房之类的？你看这个主楼，你感觉看上去像什么？像民国时期的那种建筑。那肯定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嘛。我感觉像是穿越到了某一个电影片场一样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看中间这里，匾额上面还刻上了“山林清贵”，不是去字，这应该是贵字吧？也就是粤语当中常用的那个文字，就是说的好像是一种疲劳或者说身心疲惫吧。所以我个人的理解，这个“山林清贵”的意思呢，很有可能就是身处于幽静的山林之间啊，然后消除了身心的疲劳吧。那从这一个文字呢，也不难发现的是，这个主人啊，在当年可能是厌倦了那个时代社会的那些浮躁的生活，然后希望避世呢，来到这个地方啊，让身心呢变得放松，变得更加的宁静吧，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里面。水桶上面写什么？第一保护。这木门上面挂了一张红色的布，写上了什么？招财童子，普烟，日进香千宝。哇，中间这里还有一个乾坤八卦图，下面写上了开财宝门。这里难道不会真的有财宝吧？上面好像还有铜镜吗？这不是铜镜，就是普通的塑料镜。里面比较的破旧了。下面大概有1米多高，而你看这个老宅啊，旁边的墙壁都没了，从这里就能看得进去。下面是不是地下室？应该不是吧？是它地基，或者说是它一个什么储藏间之类的。但是你看这些地板啊，全部都已经腐朽，都坍塌了。那边好像可以进去。这是另外一扇木窗。全部垮完了。这石头吗？感觉就像是一个暗道一样。地基不太稳。这是一个很大的石缸。这面的房屋是开着的，那上面还有阁楼。应该还可以。这扇木床啊，还比较简单，并没有任何的雕刻。
那边都垮了，这木板啊，翘起来了。小箱子，破破烂烂的。那是长脚凳，上面有很粗大的木材，你这应该都是在过去啊做棺材使用的。背篓。也确实不太安全啊。那上面它的这些斗拱啊，感觉像是遇到过火灾还是什么。现在全部都已经被熏黑了。我们去主楼看一下。一共有5扇拱门，2、3、4、5。中间这就是正堂。随处都是破破烂烂的，你看上面的木板都垮了。不过在过去，这精美的雕刻应该还是能彰显这一家主人的豪气吧。因为你看这些花雕吧，也横向和纵向的都不太一样。这对称的花雕啊，看上去真是蛮漂亮的。正堂上面呢，现在就是挂了一块红色的布。哇，你看你旁边阁楼上面放的是什么？左边，外面左边。哇，这上面竟然有一具黑色的棺材，它竟然就放在这阁楼上面，而且那些隔板啊，现在全部都腐朽以后坍塌了。那黑色的棺材就放在正中心的，看上去真是蛮大的。这该不会是冯太太的棺材吧？放在这里啊，真是显得蛮诡异的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过去的这个大门，木门特别的高，但现在在门上面呢，你看有很多的符咒，有种白色的，还有红色的。这面也有对称式的符咒，什么敕令，什么什么使者，驱邪的吧。这木门现在还能很好的转动。这主楼大概有3层高。这里面就是正堂了，左右两边应该是厢房吧，门上还有对联。不过我发现在每一个门的立柱上面同样也有符咒，各种各样的，甚至还有这种文字我完全不认识的，就像是一个天书一样。这里面也有。敕令什么鬼神、什么龙神。这个正堂现在看上去一副残破的样子。
这里过去应该是一张床吧？全部都坍塌。对。的柜子，空的。你这里面同样也有符咒。哇，那个棺材啊，就在那个地方了。看，特别的大，而且这副棺材看上去啊，还保存的挺完好的。看在这墙上啊，有一幅画，这写上的是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张国老。哎，这不是八仙过海的道八仙吗？他们怎么会？哦，我看到中间的那个文字了。写的什么呀？写的是一个“殿”字，那应该是在这里啊设立的一个灵堂吧。辜负老大人千古。哦，那很有可能是这个主人啊，他的姑父当年过世了以后呢，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灵堂。你看这一面还有很多的文字啊，是在一个布上面写上的“痛道之良苦”。哦，可能是对这一位过世的人啊，他的沉痛的悼词吧。你看这地上。有很多的纸钱啊，这都是没烧过的。同样在这个下面啊，也有很多的符咒，什么中央皇帝龙神位。过去这可能是一个祠堂，后来他的这个姑父啊过世了以后，就在这里设立的灵堂吧。你现在看上去啊，真是残破不堪啊，而且那个棺材呢，就放在那个地方的。从这个角度看啊，那棺材的上面都已经腐烂完了。哇，你看这里是一个木阶梯，曾经啊就从这里可以上去。这个阶梯啊其实并不是很宽，只能一个人同行。但在过去啊，那一定是很别致的，它是这种转角式的阶梯走上去的。那不是走上去就走到棺材那儿去了吗？过去应该是没有放棺材的。这边是另外的一个石槽，也是一个蓄水池。那边有一个木窗，现在都已经变成危房了。过去的灵堂就设在自己的家里面，比较的简易。来，我脚都不太好，站到里面了。里面的这一张床啊，也是几乎都塌完了。上面的阁楼也都坍塌了，现在全都是一些生活垃圾了。你看这床是不是还蛮惊悚的？
这报纸的时间是1974年，看来时间已经很久远了。这是另外一个房间，柜子都是破烂不堪，这还放一个皮箱，没有带走的。你从这个角度啊，也能看到那个棺材，底下看上去还比较完好，不过从上面看啊，已经全部都腐烂完了。这整到正堂了，上面还有镂空式的窗雕。这个房间已经全部都空了。这里还有窗户，你这住处，在过去的住处啊，其实它并不只是一块石头，上面有花雕，你看，然后这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装饰。哎，你看这个房间啊，放了好多的木材，而且这些立柱感觉像是新建的。难道是要重建吗？不知道，看上去有点像是要重建，但是怎么修了一半就没有再修了呢？上面有屋顶，丙申年丙申月，可能是修到一半啊。资金断了还是什么，就烂尾了。现在工程就停留在这个地方。这里也同样有一个住处。连这里的石头啊，都被掀翻了。这是来挖宝吗？而且我发现中间的这些石块啊，刚才我还说是地基不太稳，但现在我发现应该不太像是地基不太稳，因为你看这些石头啊，全部都是被敲碎的，所以当年这里有宝藏啊，看来并不是一个秘密，所以来寻宝的人啊，应该是络绎不绝吧。我们再过去看一下，连这一面啊，有很多石头垒起来的过去的像城墙一样的建筑吧，因为说过去这里呢还有那种炮楼，不过现在这些房子啊，全部都已经被破坏了，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地基了，这就像是一个遗迹一样了。不过依然能看得出啊，当年的这个防守的要塞啊，还是挺坚固的，因为这些石材啊是蛮粗大的。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小门可以通进去。这是从这个角度啊看这个厢房，底下就这样了。这边不太好过去啊，是一片竹林。连这些高大的城墙，
能看到这个里面吗？走，转过去看一下。这是另外一面了。突然这些房子啊，全部都已经塌了，就是一片遗迹了。你看过去垒了好多这样的石头起来。你走到这边来了，从这里啊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老宅的全貌吧。看上去怎么样？确实有点像是一个教堂，中西式的合璧。那边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古迹吧。房屋的地基还蛮深的，大概有1米多吧。这老宅的后面，上世纪1950年代的时候啊，这里呢变成了土匪的据点，可以说是那些土匪啊非常的猖狂吧，让那些老百姓啊民不聊生。后来在解放这里的时候啊，那些部队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和这些土匪啊交战了很长的时间，周围啊子弹横飞，就像刚才大家看到那些墙壁上面留下的弹孔的痕迹啊，特别的惊悚吧，里里外外死了很多的人。再到后来呢，这个老宅啊就分配给了那些当地的村民吧。而在上世纪大概80、90年代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村民啊陆续的就迁离了这里，还有一些啊过世以后呢，这个老宅最后啊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落魄的景象吧。站在这空荡荡的院子里啊，看着这些斑驳的墙面，仍有不少地方啊还能看到那些枪林弹雨与岁月的痕迹。而当风啊吹过残破的窗户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想到刚才啊阁楼里面的那一具黑色的棺材啊，还真是让人有一些毛骨悚然吧。不过如今啊，这栋100年建筑呢，它就静静地屹立在这个山谷之间。那这里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又或说是有多少精彩的那些故事呢？还有开始我们说到的那个神秘的宝藏，是否在这里呢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沙僧，我是小司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一栋100年老宅，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真是蛮漂亮的。据说这个庄园啊，是民国时期贵州省教育厅的厅长冯振仪的住所。而最早的时候啊，它有3道门、4座炮楼吧，周围的围墙啊又厚又高，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军事防御的设施。而且冯家人啊，当年从天津弄来了图纸以后呢，把那些西式的浮雕和中式的花雕吧凑在一起，更加显得高档气派，很有一种艺术的美感。后来战争期间呢，这个冯家人啊，他为了躲避灾难吧，就迁往了台湾，这里呢便空置了。但在离开的时候啊，有不少值钱的物品呢，仍旧啊留在房子里面，甚至有人说啊，还有值钱的宝贝啊，仍然藏在老宅的某个地方，没人啊能找得到。